大家好，我是 Ason 了。那今天我们来跟着開場，跟這個遠程武器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如果大家對這個玩家有印象的話，他就是之前在我頻道很久以前就已經出現過的一個專用 Starter Attack 跟這個魔彈來打這一場，作為這個主英雄來打這一場的一個玩家。對，那所以的話，又是來到我們的經典時刻。什麼經典時刻？就是這個避子彈的環節啊。對，那如果大家還沒忘記的話，我之前打這個玩家的時候也說過，打這個玩家最主要的或是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你對於這個子彈的軌跡的理解啊，就是對面的那個子彈到底是會以什麼樣的路徑飛過來你那邊，那我們打他就要知道那個路徑，然後不停的避開他的子彈，然後慢慢的把這個距離拉過去啊，來達到這個可以把它抓到這個效果。那不然的話，你基本上你是貼不了身的，因為這個就是一些可以當做主要英雄的遠程英雄的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讓人無法貼身了。對，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也是很久以前我說過，就是在這個機場新版機場更之前，我也跟大家提過一次，就是我之前說過夏娃這個英雄啊，就是如果大家記得夏娃這個英雄，其實他雖然我說他不是一個遠程專家，甚至不是一個遠程的英雄啊，那但是夏娃這個英雄是會因為這個機場新版機場的更新之後變得更加的強，是因為他這個槍啊會把人更容易的抓到，因為以前夏娃打夏娃的一個方法就是不停的避開他那個遠程雷射出來的那個攻擊嘛。那其實如果大家仔細想一想的話，那其實不就是跟這個Starter Attack情況一樣嗎？就是要不停的避開他那個雷射，跟這個Starter Attack要不停的避開他的子彈，是同一個性質的。那其實關這個新版機場什麼事？那為什麼提到這一點？就是我之前也提過，這個夏娃會因為這個新版機場那個電圈系統的關係，會變得更加之難纏，更加之難打。那因為啊，你的那些走位空間會因為這個電網系統而變得更加之少啊。對，那其實Starter Attack也是有相同的情況，到時候的話打這個Starter Attack會比以前打Starter Attack更加之困難了，就是因為這個走位的問題，因為你避不開子彈的話，你就不能貼身，你就不能貼身的話，你就不能輸出，你不能輸出的話就打不贏對面，就是這麼簡單。對，那雖然話這樣說，但是這個電圈系統啊，對於這個Starter Attack的加強，其實不是所有地圖都實用的。那我覺得這種適用地圖只有幾個。那第一個就是現在我跟他打的這個地圖，因為這個是一個舊版本的一個地圖啊。那其實舊版本地圖啊，我覺得加電圈是不太合適的，因為電圈這個東西啊，其實比較合適的地圖，我覺得是比較傾向這種完完全全的平面的地圖。那如果是這種有一個跳躍空間的地圖啊，其實就會變得非常之難走位。那因為本身啊，要跳的話，就代表說原本讓玩家走位的位置已經是不太足夠了，再加上這個電圈的關係啊，會變得更加少的位置讓那些玩家走位啊。所以的話，如果限制了我的走位的話，我打這個遠程英雄啊，就會變得非常之吃力，就是那個子彈非常之難躲閃啊。對，那所以的話，今天啊，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因為新版機場而變得更加厲害的英雄打這一場比賽。對，那已經來到這個第3回合了。那可以看到的話，他那個Starter Attack基本上我的走位空間其實只有前面那個180度，就沒有其他的那些地圖那樣，就是我基本上就不能後退了，因為後面其實也是沒路了，因為那個電網系統的關係。那這邊的話，直接讓他射下去吧，因為他的冰披風也是跟之前一樣，他是把這個反裝裝在身上的一個玩家。那如果他的冰披風還沒逼出來的時候，我莫不然進行那個攻擊的話，我是很容易被對面直接一套帶走。對，那這邊的話我就直接輸掉了，因為我沒有在這個遊戲前期啊把他那個披風逼出來，那導致啊後期我是做不到任何的一些強力的輸出啊。OK， 來到這個第4回合啊，第4回合也是一開始啊，趁着他的那個冰披風還沒好的時候多做一點輸出，不然的話冰披風好了，那他再加上他那個難以
接觸、難以接近的那個特性啊，那他這個英雄就會變得非常之麻煩，非常之麻煩的話，那就會很容易輸掉這個這一場的比賽啊。OK， 這邊的話可以，那我們就看久一點，看會不會把我們打下去。那我們別換英雄，因為我們有能量捏在手上。那有時候能量英雄就是有這個算是缺點吧，就是有能量的時候，你要自己判斷要不要換英雄。那如果你換的話，你的能量就會全都消失；如果你不換的話，那你直接掉下去，那個跌落傷害就非常之高啊，就是自己衡量。我這邊的話可以抓到，那直接開衣服把它抓住。那因為加成關係啊，他的那些 CD 應該是還沒好，那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把他那個裝備噴下來。那這邊噴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頭盔也開出來，拿來 combo。因為他這個英雄身上好像是沒有任何的反裝啊，因為反正已經被我們噴下來了。我這邊直接給他2套黑毛 combo， 那應該是直接可以把它收掉。哎呦，沒有，那我們先把他頭盔撿起來啊，可以看到他那個頭盔還有3個單位才存好，那這個就是加成的威力啊。OK， 他這邊沒有撿頭盔啦，很明顯就是因為他想用那個魔彈 SD 先把我射倒啊。那你可以看到，剛才我為什麼沒有開這個頭盔？那是因為他那個魔彈是有加這個 Parasite 的披風的這個寄生蟲披風啊。那寄生蟲披風的效果是什麼？那就是如果他存好的時候，然後打那個敵人啊，那敵人那個 CD 啊，加上他的那個英雄基礎能力啊，都會直接歸零。那個 CD 歸零的話，就代表說你原本存好的那些技能啊，都會因為那個 CD 歸零的關係，直接變成沒存好。那這個只是一個暫時的狀態而已。那當那個歸零的時間或者歸零的狀態完結的時候，那你的 CD 會回來了，所以的話不用怕。那可以，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 ，OK， 這邊抓到。那比較好運啊，這邊前期抓到的話，直接給他黑毛 combo， 就是嘗試把那個血量拉起來，因為這個是很重要一件事。那直接把它再給他1套，看能不能那個距離夠不夠。哎，可惜。那這邊呢，我應該是判斷我的距離不夠啊，直接把它用兵射下去。OK， 這邊小心點，我們的 SD 存到了，哎呦，可以抓到。那這邊又是繼續給他宙斯 SD， 哎呦，可惜。那這邊的話，他不錯啊，這個抓到我的反擊空間，直接用 SD 換 SD， 那不錯。那這邊抓到，直接偷他技能。那這邊好像是偷到衣服，對，你可以看到我衣服已經存好了。那偷到衣服的話，那不錯。我們的做法有2個，一啊，就是用 Timekeeper 衣服把它抓住；二啊，就是這個憤怒衣服，又是給他一個黑毛combo之後。那這邊的話就小心點啊，那因為我們不知道，哎呦，我們不知道透過他的禮造裝備，那這邊的話他開了披風，那就可以判斷他的披風用了，衣服用了 ，S 用了。我猜他剛才被我偷到那招是頭盔，那基本上他現在已經是4招技能應該全都沒有了，而這邊直接把他打下去。那這邊的話血量就算是有優勢，但是我們的技能也是被清空了。那現在就是沒技能對沒技能，那其實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了。雖然那個血量優勢有拉起來，那但是你如果知道的話，打這個遠程英雄啊，非常是吃那個節奏，因為節奏被對面。哎呦，沒想到他那個頭盔那麼快的回起來了，基本上這裡就沒想到直接被他收掉。